12月17日，中国各地同时爆发了荒诞而刺眼的抗争。在上海宝山，数千名投资者围堵公安局，高喊放人，营救百亿骗局的主谋吴凤琴，只因为钱在骗子手里还有希望，而进了公安就永无归期。上海的一个公园中，数百访民怒吼：“打倒共产党，自由属于人民！”北京景山，冤民奔赴从真墓前痛哭求助死人。受害者为何袒护骗子？老人为何拼命也要打倒共产党？民众为何求死人？这些荒诞的剧情究竟在宣告着什么？当法治破产，申诉无门，维稳铁拳锁死一切，绝望的中国人在用最极端的方式发出怒吼，旧秩序已到了崩塌的前夜。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丽。12月17日上午，上海市宝山区铁通路516号，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大门前，聚集了数千名情绪非常激动的投资者，将现场堵得是水泄不通。这是爱星河平台爆雷后，投资者发起的一次大规模的维权行动。他们的诉求却极具反常与讽刺意味。他们并非要求严惩犯罪人，而是高喊放人，举着还我董事长、企业正常运营这些标语，手持着印满红手印的联名信，强烈要求警方释放日前被刑拘的西爱集团董事长吴凤琴。抗议一直持续到当天深夜，仍然有大批投资者不肯散去。事件的背景是源于爱星河平台的崩盘。这个平台隶属于上海爱希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由吴凤琴实际控制。从2023年起，平台通过爱星河、爱星优选、互助抢拍商城等 APP， 以数字经济、乡村振兴为噱头，宣传月收益1.27%，年化回报高达365%到466%的超高回报，吸引大量的中老年人投资，涉案金额据称达到了上百亿元。2025年11月，平台突然爆雷，无法提现，投资者血本无归。在爆雷的初期，投资者曾在浙江、上海等地发起了讨款行动，诉求一度是严惩诈骗犯吴凤琴。然而12月，吴凤琴等人被上海宝山警方以涉嫌非法集资罪刑事拘留后，投资者立刻急转弯180度，开始营救董事长，称其是大爱董事长。这一反常规现象并非投资者真正的相信吴凤琴无辜或者是有大爱，而是源于对公安司法程序的极度绝望。多名投资者表示，钱在吴凤琴手里还有一线希望能部分返还，一旦进入官方程序，根据中植系、鼎益丰、永贝达、数拍等众多历史案例显示，涉案资金一旦被冻结，往往就演变为变相没收，甚至出现公安长期据为己有的情况。这反映出在类似非法集资案件中，受害者对法律追偿机制的彻底不信任，只能是孤注一掷，寄希望于私了。这场投资人救骗子的奇观，凸显了在法治信誉破产的中共治下，民众是宁愿向骗子寻求讨要，也不愿意相信所谓的代表正义的执法机关。12月18日，宝山警方发布通报确认，已经对安溪西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立案侦查，并对吴某琴，也就是吴凤琴等多名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侦办中。该事件不仅暴露了高回报投资平台的庞氏骗局风险，也折射出当下中国民间金融维权中的荒诞与无奈，成为2025年末最具讽刺意味的社会景观之一。朋友们，接下来是工商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划算，也是非常好的消息。我们一直大力推荐，而且经常卖到断货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在圣诞期间推出了超级优惠。
有一位观众朋友写信说，他这次下单买了很多送给员工做年终福利。他说以往他都是包红包，但今年他改成送红海参了，就是希望大家有个好身体和好精神。而且他自己还要再囤一批货，因为上次断货后他2个月没服用，长期的睡眠不足导致他的口腔溃疡非常严重。这次货一到，他立马服用，2天就不疼了，第3天伤口就全部愈合。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摘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红海参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延缓老化，还能补钙造血、改善气色，对气血虚弱、高血压、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这个红海参修复饮的成分90%是深海野生红海参，还有10%的韩国名贵红参和纯天然的蓝莓原叶，做成的果冻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儿，小孩大人都喜欢，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给家人和朋友。圣诞节期间，从12月15到1月12日，除了享受85折优惠，在美国地区购买红海参还可以享受以下赠送优惠：购买2盒，每盒30条装，或者是购买1盒60条装，赠送1小盒参片；购买4盒，每盒30条装，或者是2盒，每盒60条装，赠送2小盒参片；购买6盒，每盒30条装，或者是3盒，每盒60条装，赠送1根黑参。赠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在这个充满祝福的季节里，我们愿健康能陪伴您和家人度过每一个平安幸福的日子。红海参修复饮不只是礼物，更是一份心意。祝大家圣诞快乐，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精神满满。2025年即将落幕，这一年中国社会充斥着层层叠加的黑暗，从年初的校园血案，到夏天的霸凌怒火，再到年末的金融荒诞，还有医疗黑幕，民众一次次站出来抗争，却屡遭暴力镇压和真相掩盖，民间求助被封杀，受害者甚至被迫向加害者低头。这不仅仅是孤立事件，而是制度性邪恶的集中爆发，维稳压倒正义，利益链凌驾民生，谎言取代真相。在这片土地上，能挺身而出，拒绝沉默，你就是英雄。2025年开年便以悲剧拉开序幕。1月2日凌晨，陕西省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一名3年级学生党某从宿舍阳台高空坠亡，学校以监控坏了为由，拒绝家属调阅，死者舅舅被警方带走。家属怀疑校园霸凌与校方隐瞒，亲属在网络发视频求助，引发公众关注。1月5号，大批民众自发聚集学校声援，现场直播迅速被封禁。当局是出动了大量警力，视频显示出警察对民众锁喉殴打。5日深夜，蒲城县联合调查组通报称，排除了刑事案件，认定高空坠落死亡。次日，民众再次聚集，人数将近1000人，警方镇压导致了多人受伤，现场是一度混乱，示威者冲入校园破坏设施。类似惨剧在年中重演。7月22日，四川省江油市一栋空旷的建筑内，几名14、15岁的女生对14岁的少女赖某某实施残忍的霸凌、辱骂、扇耳光、飞踹、强迫脱衣服，全程录像。霸凌者嚣张地回应受害者报警威胁：“又不是没去过，以为我们怕你吗？没用20分钟就出来了。”8月2号，视频曝光后，引发了社会公愤。被霸凌少女的父母前往有关部门维权，她的妈妈是聋哑人，她的爸爸是残疾人。警方通报对2名主犯送专门学校矫治，一名呢就是批评教育，但民众对此轻罚非常不满。8月4日，大批江油市民自发前往市政府门前声援，高喊：“他们说不出来，我们来说。”当局是出动了大量警力，暴力镇压。现场视频显示，警察围殴市民，多人被抓，而网上流传的视频也被迅速清理。蒲城与江油民众2次大规模抗议，虽然遭到了镇压，
但是却展现出民众对制度性不公的集体反抗。一个妈妈说不出来，10万个妈妈帮她说。这些年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2023年，河南宁陵初中生坠楼；2022年，江西胡鑫宇；2021年，成都49中；2017年，四川泸县太福中学。本该是净土的校园，竟成了血腥黑暗之地。今年1月3日，中国演员王星被骗到了缅甸的妙瓦底电诈园区失联了。他的女友在社交媒体求助，获得多名艺人转发，舆论发酵后，中共驻泰领事馆与泰国警方介入。1月7日，泰国警方找到王星，11日返回中国。王星的遭遇被广泛报道后，许多电信诈骗的受害者家属在互联网上发起求助。有微博用户发起了"星星回家计划"文档，统计被困缅甸的受害者信息。文档1月9日向全网公布，截止到11日晚，统计出1500多名受害者信息，多数都是年轻男性，包括学生、退伍军人、工程师等，失踪时间跨度数年。文档显示，许多人家属报警却遭到了不予立案，并且文档很快就无法存取。大剧园专栏作家王鹤表示，虽然王星幸运获救，但中国电诈受害者何止千万，这不是个案，而是严重的社会之癌。手机实名制下，缅北诈骗集团为何仍能运输 SIM 卡、注册虚拟号码？高科技网络化管理下，为什么拿不出准确受害者的数据？电诈利益链多长？涉及哪些势力？民间星星回家计划为何难以存活？细思极恐。民众自发求助，却被迅速封杀，凸显了当局对真相的恐惧。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实习医生罗帅宇，2024年5月在宿舍坠楼身亡。罗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肾移植。他曾拒绝医院寻找12名3到9岁的儿童作为器官供体的要求。罗的父母在他生前所用的电脑当中，发现了158个录音及11119页资料证据，证实了湘雅2院存在着买卖器官的非法产业链，并把他公之于众。父母质疑儿子是被跳楼，坚持在网上维权，但屡被压制。今年6月13日，湖南联合调查组通报排除刑事案件，坚持独自攀爬坠亡。这个通报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社会对医疗黑幕还有强摘器官的广泛质疑。9月3日，路透社现场麦克风意外录下了习近平还有普京在北京阅兵式开始前的一段对话。普京的随行翻译员用中文说：“生物技术持续在发展，人类器官会不断的移植，甚至越活越年轻，甚至可以长生不老。”习近平以中文回应说：“有人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可以活到150岁。”由于央视和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的合作关系，这段影像立刻被全球媒体转发，引爆舆论。9月22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报告，中共军方活摘婴儿器官的惊天黑幕。报告揭露，中共高官为了延寿到150岁，中共军方医院早在10余年前就启动了婴儿器官移植的实验，并在近年突破2大技术瓶颈，逐步进入了大规模推广。调查显示，婴儿肾脏移植技术已经成熟，部分供体来自被圈养的女性人工受孕产下的定向婴儿。爆料军方医院专家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医学罪行之一。实际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2017年透露，90%的儿童肾脏供体分配给了成人患者。2023年，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医生在美国移植杂志上发表研究，指出2名新生婴儿在出生后第2天和第3天分别被摘取了肾脏，移植给了晚期肾衰病人的案例。接受肾脏的病人分别为34岁和25岁的女子。
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就迅速的产业化了。但器官需求的暴涨，使受害者从法轮功学员扩展到了维吾尔族人、学生、乞丐，还有一般的民众。中共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已经能做到按需死人、精确死人。当今的中国，人人都可能沦为牺牲品。中国人必须觉醒，必须为自己和子女后代的生存与尊严，与中共划清界限。当法律沦为掠夺的工具，当真相被掩埋在损坏的监控之后，绝望的中国民众开始寻找一种最古老也最悲凉的出口。在北京的景山公园，那棵见证了明朝末代皇帝自缢的歪脖子树，还有崇祯墓前，2025年出现了一幕幕令人动容的奇观。饱受欺凌、申诉无门的民众，在走投无路后，纷纷来到这里放声大哭。这不是对封建帝制的缅怀，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控诉。有网友感叹，站在崇祯墓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是汉家王朝最后的回望，是一个时代落幕的悲壮。300-400年间，普通人的日子起起落落，站在山顶的那一刻，突然就懂了：山河依旧，物是人非，唯有平民的苦难从未止息。那些红着眼眶默念太难了的人们，祭奠的不仅是亡灵，更是自己破碎的生计。这种求助死人的无奈，是开封府包公祠哭墙被封杀后的政治延续。它象征着在高科技监控锁死的社会里，民怨已溢出地表，化作了对现实政权最深重的诅咒。这种无声的诅咒，在2025年12月17日的上海，那个数千人围堵了公安局的同一天，演变成了最激烈的正面碰撞。在上海市信访办后的公园里，数百名访民不再仅仅满足于递交那叠永远得不到回复的控告书，面对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凶悍警察的围捕，这群平均年龄已经超过花甲，甚至高达95岁高龄的弱势群体，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声量。现场不再只有还我财产的哀求，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怒吼：打倒政府，打倒共产党，自由属于人民。当警察强行拖拽这些老人时，周围的民众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高喊鬼子来了，并用手机记录下权力的暴行。这种从求青天到喊打倒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民间反抗力量的质变。民众已彻底看清他们所遭遇的所有苦难，无论是被非法洗劫的存款，被离奇坠亡的孩子，还是被无端掠夺的房产，根源都指向了同一个系统。2025年末的中国呈现出一种极度撕裂的末日图景，一边是权力巅峰关于长生的傲慢狂想与对人体器官的贪婪攫取，另一边是街头巷尾民众为了保卫最后一分钱、最后一丝尊严而爆发的集体抗争。中共的政治信用已经全面破产。当一个政权被其曾经统治的沉默大多数公开唾弃，当维稳的锁喉手已经无法遏制千千万万个喉咙的呐喊，这个庞然大物就已经进入了崩塌的倒计时。当无路可走时，便是民众亲手开辟新路的开始。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